大家好，我是小峰。今天收到了1号本 Vox Player 系列正统2代的内测机，目前收到的包裹就是这些配件，咱们来拆开它们吧。这个键盘啊，延续了1代大机的外观，官方告诉我它比旧款有了较大的改动，我们先放一边吧。拆一下手柄，看一下充电头，100瓦，取出我们的机器。底部、侧边、顶部，看一下背部。好了，所有的配件都齐了，外观依旧是 Vox Player 系列的血统。我这款内测机也是经典的黑橙配色。前面聊到的键盘升级，我来演示一下。这次键盘的吸力增强了很多，不会轻易的松脱了，而且放平的时候也不会有廉价的高低不平的感觉，能正常的使用。大家肯定很好奇那个三角形的手柄支架在哪里？其实我也很好奇啊。我问过1号本的官方，这种布局他们是怎么解决操作问题的？结果官方回答也很干脆，他说改了，改成垂直布局了。那好吧，所以这次支架没有寄过来。下面就仔细的聊一聊这次 Vox Player 2代的细节与使用感受。我们先聊底部啊，底部显示最高支持100瓦快充，一个全功能 Type-C 口，这个是继承1代的键盘触点，支持物理链接，进 BIOS 无压力。我们再来看顶部，顶部依次是电源键、音量键、Turbo 键、耳机孔，一个 USB4， 一个 USB-A， 还有一个 TF 卡槽，这个好评。两侧是分离式的手柄滑轨，触点供电，两侧都是。手柄支架也是有同样的触点，所以说分离手柄本身是不带电池的，需要平板或者手柄支架的触点为其供电。看一下背面，背面支架阻尼还是挺强的，一点都不松。右下角有哈曼调音认证的标志，放视频应该不错，后面会单独测试。手柄滑轨是通过这边的按钮把它锁住的，我们来演示一下组装。OK， 我们来将同样搭载6800U的 Mini Pro 来与2代做对比。Mini Pro 的尺寸长26厘米，宽10.6厘米，厚2.3厘米。2代加上手柄的尺寸长31厘米，宽12.7厘米，厚2.25厘米。Mini Pro 的电池容量是48瓦时，重量是630克。Vox Player 2代的电池容量是65.8瓦时，重量是860克。单平板715克，单手柄146克。这次2代的滑轨做的不错，挺紧实的，比 GX1 高达使用感觉好很多，没有什么松松垮垮的感觉。整体的布局是跟 Mini Pro 一样，摇杆也是同款的阿尔卑斯无死曲版，震动用的是线性马达。对比一下按键手感几乎是一样的，依然是导电胶，回弹比较良好。十字键不硬，手感适中，跟上代比较没有太大区别。肩键键程短，手感脆。扳机键键程正常，就是没有什么阻尼。按键基本上就是复刻上一代的手感了，稳扎稳打。
这次握把也是1号本 OnePlayer 系列一脉相承的手感，弧度对比一下 mini， 弧度基本上是一样的。不过实际比较下来 ，OnePlayer 2代对比 mini， 握把更深，它毕竟机身更长嘛，深度跟 Steam Deck 差不多，长度也跟 Steam Deck 差不多。下面开始开机测试。进入系统之后，我们来聊聊前端。这次我们直接从外观上觉得没有多大差距，其实键位改动很大。我来教大家如何快速上手熟悉各个键位。首先从移动到顶部的 Turbo 键开始聊，这个键跟 mini 的 Turbo 键一样是呼出前端，按这个前端就呼出了，而对应原来前端的按键改成了其他的功能键，目前这个没有决定改成什么好。其次，音量加减分别改成了对应的键盘呼出跟返回桌面，音量加是返回桌面，音量的减是呼出键盘。右下角的前端右击选择 K1、K2 按键变为音量键功能，就可以把这个切换为音量键。勾选之后再选音量加减，就是正常的音量控制了。下面咱们来聊一聊新版本的前端。第一行还是和以前一样，修改功耗。第二行是修改 GPU 的频率，现在是改成了默认低、中、高4档。第三行是修改 CPU 的最大状态，可以切换睿频。下面是风扇转速，就没我说的震动，修改分辨率。我觉得最值得聊的功能就是这个一键启动监控。当我们的光标落到这个选项的时候，摁 Y， 我们可以切换全局锁帧。下面这个功能应该没有时装。我们看最下面这个选择 RTSS 模板，这个什么意思呢？我跟大家演示一下。比如说我这会儿选择水平的，对吧？选择水平，选好之后返回，然后打开这个一键启动。好，打开我们的 RTSS， 选择设置，插件，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预览我们的模板了。之前不是很多水友问我如何改成横向排布吗？这样很简单了，傻瓜式的了，可以一键切换。1号本给了2个预留方案，让我们关闭。如果我们想选择竖向排列，一样的，前端改成默认垂直。好，之后我们再打开 RTSS， 选择设置，插件，打开，就变成竖的了。这个功能很方便啊。这个键还是键鼠切换键，没有改变。左边的橙色按键改成了西瓜键，这个改动我挺开心的，反馈了无数次了，终于改了。其实啊，我发现在前端里面可以用组合键来实现鼠标模拟的功能。那么我建议1号本不如把前端这额外3个按键改成自定按键，再加上这个位置按键，这样就有4个 DIY 键了。鲁大师，我们来简单看一下参数：16G 的海力士内存，6800U 芯片，屏幕是京东方的8.4寸的2K 分辨率。这个硬盘是1号本自家贴牌的，但是固态我测试过，做的还可以。后面会贴出测试结果。网卡好评，用的是英特尔的 H210， 速度很快。下面开始一系列测试，为了节省大家时间，我会快速的略过，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点暂停观看。
28瓦烤鸡10分钟之后，风噪大概在49分贝左右。CPU 温度维持在74度不变。机身发热情况：屏幕左边温度较低，最高32度左右；屏幕右边温度高一点，40度左右。手柄区域基本上是冰凉的，没什么温度。用艾瑟丽 Display Pro 进行校色。这台内测机是没有出厂校色的，所以进行校色之后能够提升显示效果。不知道正式版会不会出厂校色。现在显卡微影连上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前端显示，默认28瓦。看一下基本信息，显卡是用的英伟达1080 Ti，CPU 6800U。跑个测试。分数还不错。受限于视频的长度，简单的测试一下周边功耗，后面会专门出视频测试 WorksPlayer 2，对比 2D 跟 3D 游戏各个档位的周边功耗与续航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做到这里。后续我会继续测试 WorksPlayer 2显卡无类游戏测试、各档位的周边测试以及陀螺仪的测试。大家的点赞、投币、收藏就是我新视频的动力，谢谢观看。